小伙伴们，你们好，我是潘高峰，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终于呢，这一期节目来了。本想在今年年底啊，这个巡演都忙完了以后，或者说圣诞节这个时间再录，但是随着上一周这个一人一琴的新系列开播，拍 SIV 这个惯性，让我实在就没忍住，决定提前的来拍摄今天这期节目。熟悉我的小伙伴都知道啊，我本人非常的喜欢今天的这位主人公。去东京看过他的演唱会，拍过 vlog， 在我的音频节目熊猫电台里边呢，我还专门的去聊过一整期，但是一直以来自己都没有拥有过一把他的签名款吉他，直到他的出现。他是吉他慢手，也是风流才子，时尚达人，也是慈善大使。他是18座格莱美奖的得主，也是唯一一位3次入选摇滚名人堂的音乐家。那么今天就让我来为大家分享一下这位传奇歌手、吉他手，也是我的偶像 Eric Clapton 的故事，以及他的这把 Fender 的签名款电吉他。在我的小时候，一直是拿克莱普顿的歌当流行歌听的，因为第一次接触他的便是那张著名的 Unplugged 不插电现场。在这张专辑里，我第一次听到了嘿嘿 Tears in Heaven 和我最爱的不插电版的 Layla。后来随着慢慢的长大，资讯也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呢，才看到他手持电吉他的现场视频，包括更早年在他各个乐队时期的那些经典作品。作为一个吉他手和歌手呢，他并不是弹琴最快的、最有技巧的，也不是嗓音最漂亮的或者唱得最高的，但是身为一个音乐人，他身上所展现出来的那种深沉的味道和文艺的气质极其的吸引人。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也越来越开始对这个英国老人着迷。这种强烈的吸引，在我对他的歌有足够多的听觉经验的时候，同时在读到这本书的时候达到了顶点。 Eric Patrick Clapton 1945年3月3日出生于英国，是一位加拿大军人在英国时和他母亲所留下的私生子，从小由他的祖母抚养长大。9岁的时候，他开始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的性格变得安静、孤独且害羞。用他自己的话说，自己是一个令人讨厌的孩子。13岁的时候，克莱普顿收到了一把木吉他作为礼物，便开始跟着收音机里的音乐练习。1962年，17岁的他在金士顿艺术大学学习了艺术基础课程，但没过多久就离开了学校，开始参与一些街头音乐表演。当时的英国开始流行起了摇滚乐、blues 音乐。1963年，他加入了后来著名的 Yardbirds 乐队，担任吉他手。也是在这里，他开始有了名气。同时期和他们一样开始出名的还有著名的 The Rolling Stone 滚石乐队。1965年，他离开了 Yardbirds， 并推荐了 Jeff Beck 和 Jimmy Page 加入。再后来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克莱普顿开始日渐有了名气。在1966年他们组建 Cream 乐队之前，伦敦的街头就已经有了 Clapton is God 这样的涂鸦了。也是在和 Jack Bruce 以及 Ginger Baker 组建了 Cream 乐队之后， Eric Clapton 开始尝试开口唱歌，也向日后摇滚乐最伟大的音乐人又迈进了一步。从这往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关于他的生平，其中有很多都牵扯到不少他的私生活内容，诸如他和乔治·哈里森、S.V、Jimi Hendrix、Muddy Waters、John Lennon、Bob Dylan 以及他和 Patty 的爱情故事等等的这些内容，大家都可以在这本被译为叫做《天堂十字路口》的书中读到。克莱普顿在这本书里讲述了他将近70年的人生故事，很坦诚也很有趣味，推荐小伙伴们去买来读一读。每读到一个时期呢，大家也可以打开现在的音乐平台，在上面寻找到那个时期他的音乐作品。想一想，咱们现在的人还真是很幸福呢。一个人的音乐表达方式一定跟他的性格、经历和天赋是密不可分的。克莱普顿深受布鲁斯音乐的影响，他也立志要把蓝调布鲁斯音乐传承下去。所以最近的这20年，我们也看到了，他也一直在举办 Crossroads 的 Guitar Festival， 就是吉他音乐节。同样也是因为这些音乐节的视频，全世界的乐迷都看到了更多深受根源音乐影响的吉他音乐，无论是老人还是新人。就在马上就要到来的9月份，2023潘高峰放克之旅全国巡演即将继续。南京、杭州、郑州、青岛、哈尔滨、长春、沈阳、成都、重庆、西安、武汉、长沙的小伙伴，我和我的全新乐队阵容即将来到你的身边，期待和你一起度过一个美妙的音乐之夜，咱们现场见。
作为一个吉他手 ，Eric Clapton 当然是一个非常热爱吉他的人，无论是木吉他还是电吉他，他都拥有过很多。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大，他在使用的设备变得越来越少。在他的自传中，他也提到了他陆续的在送出或者卖出他的这些收藏。克莱普顿的音乐历程当中使用过非常多把吉他，早年间他相对而言更多的在使用 Gibson 的吉他。从1970年开始 ，Eric Clapton 开始改用 Fender 的 Stratocaster 吉他，其中最著名的当属 Brownie 和 Blackie。在木吉的方面 ，Eric Clapton 主要使用的是马丁的吉他。最近的这20年来，克莱普顿一直都在使用着全新的 Fender 签名款。Fender 公司也因为它的畅销，在不停的推出各个档次以及各个配色的 Eric Clapton 签名款，从 USA 版到 CS 版，再到 Master Build 版，再到 Tribute 版。Tribute 和 Custom Shop 的版本，同样在我们之前的节目里都有谈过。我的频道里曾经拍摄过非常多有趣且有价值的内容，欢迎小伙伴们多多的去考古收看。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开箱部分呢，是我去年的一把收藏，由 Todd Cross 制作的 Master Build 版本的克莱普顿签名款。对于 Blackie 这个名字啊，我自己的理解是什么呢？以前这个名字就专指他自己的那把黑色的 Stratocaster， 那么后来在他的很多的签名款上都会标识着也叫做 Blackie， 但是配置就完全的不同了。后来的签名款就都是它的现代配置，除了 Tribute 那款以外，所以我认为 Blackie 可以当做是克莱普顿签名款的一个绰号，这样去看待。我们刚才提到了 Brownie， 它是一把50年代的 Stratocaster， 也是 Eric Clapton 拥有的第一把 Stratocaster。在几年前 Fender 的 Custom Shop 团队1:1的复刻了这把琴，它拥有经典的50年代枫木的指板加 2TS 的落日配色21品。所谓 2TS SV 的节目有提到过，就是双色的渐变，而这个 2TS 是 Two Tone Sunburst 的意思。而现如今的 Eric Clapton 签名款则是22品的。从样貌上看似跟传统的 Fender 其实没有什么太多出奇，但是如果你很了解 Fender 的话，就会知道这款琴其实非常的与众不同，也是在业内被认可非常棒的设计。因为克莱普顿年纪很大了，他和 Fender 合作的时间也足够长，同样也因为他的地位，所以他的那些经验、习惯、设计想法都有足够的机会去和 Fender 一起实现。配色上呢，克莱普顿的签名款真的出过非常多的颜色，什么蓝的、黑的、青的、白的、花的、金叶的，而且其中大多数都不是做旧的。但是我手里的这把2022年刚刚交付的签名款呢，则是一个 Journeyman 档次的做旧 2TS 的落日配色，但它的配置是现在克莱普顿的配置。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一个外貌是50年代或者说 Brownie 配色的现代克莱普顿签名款。说到了配置啊，那这把琴就有特别多可说的地方了，因为它真的跟传统的 Fender 有很多的不一样。首先呢，它是22品的，作为一个现代的吉他演奏者来说呢，这一点会是非常令人欣喜的。你也可以说这是克莱普顿从弹 Gibson 时期就延续下来的一种习惯，也是最近这20年克莱普顿签名款上的一个标配，和 Jeff Beck 一样都是22品的。然后是这个琴颈的形状，在配置单上的名字就叫 Eric Clapton， 是一个不同于大多数琴颈的一个 V 型，包括这个琴体的形状在配置单上也叫做 Eric Clapton。从手感上来说，如果你喜欢这样握式的去持琴的话，大概率你第一次触摸它的时候会跟我一样，手感是非常舒服的。指板的弧度是 9.5， 枫木的琴颈和指板，琴体呢是 Ash， 品丝呢是 Vintage 的细品丝。说到这个品丝以及工艺啊，尤其是 Todd Cross 的这个琴，在这个品丝边缘的处理上是非常棒的，就很不像 Fender 的作风。如果你喜欢把控细节，喜欢拿捏味道，那么这把琴在左手的手感会让你觉得非常适合演奏。接下来是拾音器部分，在以前的弹幕里也有好多小伙伴抱怨过自己不喜欢 Fender 单线圈的噪音，可能 Eric Clapton 跟你也一样吧，所以就在他的琴上出现了著名的 Noiseless 拾音器，单的降噪拾音器，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降噪拾音器之一，由 Downless 设计。在我20出头的时候，我就浅弹过 Eric Clapton 的签名款，但是当时我并不喜欢这个声，觉得它太干净了，而且不够温暖。如果你不加混响不加 delay 的话，你会觉得它很脆很干。但是随着我听他的音乐越来越多呢，尤其是最近这20年的现场音乐，开始理解并且喜欢上了这个音色。包括我的那把春田道哉，它的前2块拾音器也是 noiseless 的。但是其实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当时我的音箱不够好，不足以发出那种足够通透的动静。其实对比上一集 SV 的那把琴来说，我愿称这把琴的高音才是水晶般的高频。
并且从前我也并不知道这把琴上还藏着一个可以让它变得更加温暖的小秘密。最后就是关于这把琴的电路系统，也是在这把琴所有的配置里最有标志性、最值得一提的。我们看到这3个钮，第一个是音量，第2个是音色，第3个这个钮叫做 TBX Tone Control and Mid Boost， 中国人俗称它叫做过载钮。你把它搓起来以后，直接就可以获得一个饱满的、极具 Eric Clapton 特色的 Overdrive Boost 的音色。它的 Mid Boost 集中在500赫兹这个频点上，而 TBX 指的是增益放大，同时具备一定的压缩。一会儿我们讲到它现场设备的时候，还会提到这个旋钮。Eric Clapton 的本意呢，是通过这个旋钮来达到一些类似于双线圈吉他的饱满音色，适合演奏 solo 和那些摇滚的 riff。更早版本的 Eric Clapton 签名款会把这个2个功能分布在这2个钮上，而现在最新的签名款上就把这2个功能集中在了一个旋钮上，而这个痛来完全控制这3块拾音器的音色。这套电路就藏在这个护板下面。大家听到这里是空的，这块上图给大家看一眼。然后因为它是一个主动电路，所以它需要是装电池的，它的电池会藏在后面这个琴桥的侧面，是一块9伏电池。那么接下来我就会用 Eric Clapton 一些音乐片段为大家来分别展示它5档拾音器的 clean tone 以及它的 mid boost 音色。克莱普顿其实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喜欢使中拾音器的人了。大家可以听听中拾音器的特色。最早的 Fender Stratocaster 的电吉他其实就是3档的，没有这个2档和4档。克莱普顿特别喜欢使这个中档拾音器，就是中间这一块。那么接下来咱们来聊一聊 Eric Clapton 使用的设备。在去年呢 Premier Guitar 的那档著名的 Rig Rundown 的节目，有在克莱普顿演唱会前采访了他的技师。克莱普顿现在在现场所用的吉他就是 MB 的克莱普顿签名款，跟我们能够买到的 Master Build 是完全一样的配置，也是由 Todd Cross 制作的。在效果器方面，它现在几乎就可以说没有效果器。它的音色变化上其实不多，主要靠的就是挖音踏板。克莱普顿的挖音并不是特别挖的呱呱的那种范围特别大，是范围相对小，并且高频相对少的。比如我现在这个挖音踏板就调到了一个比较接近克莱普顿音色的那样一个状态。还有
有大家看到图片里的一个叫做 Leslie 的踏板，这是一个控制踏板，它所控制的这个东西名字叫做 Leslie Speaker， 是一个旋转喇叭的箱体。我看过很多的 organ， 就是风琴在使用这个音箱，可以说这个非常复古的东西可以得到一种类似于风琴或者说类似于合唱的一种感觉。但其实呢，在滤波类的效果器里边，旋转喇叭是一个单独的音色。我们可以用滤波效果器当中的 rotary 效果来模仿这种声音。我今天使用的是我代言的这个 Jackson Audio 新出的 New Wave 这块周边效果器，其中它就有 rotary 的这个音色档。Eric Clapton 只在自己现场的少量歌中使用这个音色，比如说 Wonderful Tonight。在过去的一些现场 ，Eric Clapton 也有使用过 Bose 的 CE 系列合唱效果器来替代这个音色，包括他偶尔也会使用 Bose 的 Delay 效果器。但是其实在他现在的现场，音色上的变化也不太多，并且他有像 Doyle 这样的合作者可以帮他弥补很多吉他音色上的变化。接下来我们来聊聊他使用的音箱。Eric Clapton 其实早年间使用过很多不同品牌的音箱，其中比较著名的有 Vox 的 AC30、Marshall 的 GTM45、Music Man 的音箱、Fender 的 Tweed Twin，包括 Soldano、Dumble 的 ODS 等等。在最近这些年，克莱普顿的现场里经常会使用 Fender 的 Combo 音箱，也就是单体音箱。最新的视频里，我们看到了2只由 Dumble 改装的 Fender Bandmaster Combo 音箱。在今天咱们的节目里录制声音的都是使用的这台60年代的老的一款 Fender 的 Bandmaster 音箱，声音非常的棒，也非常的复古，搭配的是32号门为我定制的1×12的箱体。下面又到了这个喜闻乐见的吉他小课堂的环节了。如何获得 Eric Clapton 标志性的音色，或者说如何演奏的跟他一样呢？我们依旧是会从音乐性和设备这2个层面来去分析。刚才说过，其实相比于其他的传奇吉他手来说，克莱普顿在技术上并不算特别强的。其实包括他的一些音色和他的使用手法，都更多的体现在他的音乐当中。他创作过非常多非常棒的音乐作品，以及那些好听的摇滚 riff。从音色的层面上，我们首先可以使用 rotary 或者合唱的效果器来模拟那种非常经典的80年代效果。音箱上其实我还是建议大家去使用 Fender 类的音箱，包括其实早年间他使用过的 GTM45。前一阵我去学哥那儿那一期节目里，其实有谈过元年的 GTM45，它的声音其实就是 Fender 那一挂的。他自己在现场几乎不用过载的单块，都是用自己的这个增益钮。但是我们可以使用像比如说 TS 系列或者 Blues Breaker 这种过载的效果器来达到它的那种过载的味道，前提是还是要在电子管音箱的情况下。那么接下来我在风味上给大家分享2个有克莱普顿所谓标志性的它的弹法，你也可以把这2个当做一种手指练习。这种演奏方法经常的出现在克莱普顿的现场的即兴演奏当中，一个就是这样连复段的感觉，你可以在各个位置5声音阶里使用这。还有一种就是5声音阶的滚指，也是克莱普顿经常用的，我们依旧可以把它当做一个手指的练习5声音阶的来使用。上行也可以，下行也可以，然后把它们运用到音乐里呢，听起来就会是这个样子的。如果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位音乐人，可以在自己的演出当中演唱出来3首让全世界乐迷都能够合唱的歌的时候，那么想必他已经是这个地球上音乐和文化领域的巨人了。在看过 Eric Clapton 这本自传以后啊，其实给我很大的感动和启示。关于爱情这件事呢，我也有一些属于自己的看法。也许能够顺利的忘掉从前的人是非常少的，所以我们并不必对那些失去的爱情感到遗憾或者沮丧，应该能够好好的
地面对它，无论是你还是你的另一半，那份痴情就也是你的本身，是你爱这个世界的方式，它终究会属于你和你未来的另一半。Eric Clapton 无疑是幸运的，他总是面带笑容，和无数的音乐家合作，传承着 blues 音乐。他曾经迷失于身份的认同，却在音乐中寻找到了真我。风流的过往和往日炙热的爱情已过，最终也找到了家的归宿。经历了不完整的童年，长大以后又临丧子之痛，岁月的洗礼中，看着一位又一位的音乐家好友离去，也在和恶魔的较量当中笑到了最后。在他的晚年，一直致力于推广蓝调音乐，以及救助那些因为药物和酒精迷失自我的人，来回馈这个世界。关于这个充满魅力的英国老人的故事，恐怕几天几夜都讲不完。而幸福的是，我们可以随时的聆听到他为我们留下的美妙音乐。Eric Clapton 在自己的自传最后一段这样写道：在我看来，今天的乐坛跟我少年时代的乐坛并没有什么大不同。好音乐与坏音乐的比例依然没变，95%是垃圾，5%是纯粹的东西。不过推广和发行却经历着巨变，一定有唱片公司撑不到这一个10年的结尾。恕我直言，这不会造成多大损失。音乐总会有办法来到我们身边，不管有没有附加生意、宗教、政治或者其他狗屁东西。音乐比一切都来得长久，它不需要帮忙，也没有谁在阻挡，就像上帝一样永远在场。音乐总能找到我，带着上帝的祝福和允诺，它将永远与我相伴。感谢 Eric Clapton， 同时也感谢看到这里的你们，让我们一起经历，也一起见证接下来一个又一个全新的日夜。我是邦高峰，爱音乐、爱律动、爱分享，重新定义我们与音乐的关系。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在我9月份的巡演现场见。